农村社会目前仍然相对保守，因此存在许多与时间相关的传统规矩，例如初一和15的禁忌，以及喜殡事上的忌讳。上坟时也有许多禁忌，即将到来的清明节就是其中之一。清明节即将到来，距离2024年的清明节还有一段时间，但许多人已经开始准备返乡祭祖，这与我们的风俗文化紧密相连。清明时节上坟祭祖是数千年来代代相传的传统。此外，春节、中秋、端午和清明一起被称为我国的4大传统节日。清明节扫墓祭祀、缅怀祖先，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。这不仅有助于弘扬孝道亲情，唤醒家族共同记忆，还能促进家族成员乃至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。然而，清明上坟扫墓并非人人都可以参与。在农村，有一些流传下来的俗语关于清明上坟的问题，例如清明女儿不上坟，上坟绝了娘家门。这字面意思是，在清明节期间，女儿家不应该上坟，否则可能对娘家不利。民俗人士解释说，清明节上坟的不能是外嫁女或女儿家，甚至有的地区不能有女人上坟。如果出现女人上坟的情况，那么意味着娘家的男性子嗣基本断绝，即没有香火传承。为什么女性不能上坟呢？这主要与以下3个方面有关。首先，古代女性地位较低。我国拥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，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，男性以天然的优势成为社会的主导者，因此数千年来女性地位一直相对较低，古代社会是男尊女卑的。在清明这样的大型祭祀活动中，女性通常处于被支配的角色。当家族中有男性时，女性无法参与这样的祭祀活动。只有当家中没有男性时，女性才会去上坟，但这也暗示着这家将逐渐绝户。其次，宗族传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。在古代，人们之间的关系往往以宗亲和血缘为纽带，这在今天的农村地区依然明显。那么，什么是正统呢？在彩礼高达数十万的当下，农村依然是男性多于女性，许多人依然认为男性是传承血脉和香火的首选。同样，姓氏排班也是维持宗族传承的重要标志。在古代，女性嫁人后通常会冠以夫姓，这在农村的不少老人身上依然有所体现。例如，在大陆潮汕地区的婚礼上，女孩出嫁后与自家兄弟吃分家饭，之后她变成了客人。因此，在清明节的祭祀中，作为外姓人的女儿是不能上坟的。此外，我们不得不提及阴阳神学。我国有着深厚的阴阳五行学说传统，尽管在现代科学中，这些神学有时被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，但仍有许多学者认为科学的尽头就是神学。这些学说实际上是古人根据天象变化与自身关系总结出的经验。从科学角度看，它们是实验的结果。这些实验汇聚了数千年甚至更久远的先辈智慧。在阴阳学说中，
男性代表阳，女性代表阴，太阳象征阳，月亮象征阴。活人居住的房子被称为阳宅，而逝者的坟墓则被称为阴宅。有人认为这是磁场磁力的问题，女性进入墓地可能会受到侵扰，对逝者和女性都不利，因此只有男性可以上坟添土祭祀祖先。然而，女儿真的不能上坟吗？有句俗话说，清明女儿不上坟，上坟绝了娘家门。但在今天看来，这话并不是绝对的。随着殡葬改革和公墓的大量建设，女性上坟祭祀的现象越来越多，并没有出现什么不妥之处。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，男尊女卑的观念早已被摒弃。祭祀先人，给父母上坟是孝道的体现和亲情的凝聚，因此女儿在清明节这样的重要日子给逝去的父母上坟是理所当然的。这些俗语在历史的长河中会逐渐沉寂，最终消失。